的 GST 似乎回归，为何不继续使用 SST？ 那哪一些 GST 概念股又将受益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扭转乾坤，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，阅股无数，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，就从这里开始。那相信大家对 GST 都不陌生，毕竟它曾经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消费。而在上个星期，经济部长 Rafizi 表示，政府不排除重启 GST 的可能性，以扩大国家的收入。消息宣布之后 ，GST 概念股都有了一些动静，其中更是有一只股在2天内一度上涨高达28%。那在为大家介绍 GST 概念股之前，小编我也将为大家讲解什么是 GST， 以及为何 GST 有机会回归。那 GST 商品和服务税，全称 Goods and Service Tax， 是一种消费税，它在商品或服务的每一个生产或销售环节中都会被征收。那 GST 也是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。据统计 ，GST 平均一年为马来西亚带来了高达44个 billion 的收入。尽管它为国家带来了显著的收入，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。GST 被废除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GST 被普通认为增加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，导致生活成本上升。由于民众的消费能力降低，导致当时有不少民众上街示威，并反对 GST 的实施。因此，这也成为了2018年大选的一个热门议题。当时Pakatan Harapan承诺一旦胜出就取消 GST， 果不其然，当选后新政府也宣布废除 GST， 但最后为了维持国家收入，新政府也重新引入销售与服务税 SST， 以代替 GST 并沿用至今。那与 GST 不同的是 ，SST 只向某些特定商品征税，因此消费者不需要承担更多的税务，但这也导致国家的税务收入大幅减少。据统计 ，SST 平均一年只征收到21个 billion， 不及 GST 的一半。不仅如此，相比之下 ，GST 更符合国际标准。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170个国家采用 VAT 或 GST 税制。那在如此广泛的使用下，这也意味着 GST 已经经过了多次的查审和改进，被认为是一种有效、公平和透明的税收方式。举个例子，由于 GST 的多层次税制，在每个销售阶段都需要有详细的记录和账单。相比 SST， 这不仅增加了税制的透明度，各界企业也更加难以逃税。因此，有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 GST 税制比 SST 更好。甚至拿督斯里魏家祥也支持国家尽快重新引入 GST， 并建议先从4%的税率开始实行，之后再逐步调高，以减缓人民的负担。那随着各界人士都提倡GST 的税制，因此政府有意重启 GST 也就不足为奇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重点，探讨哪一些公司是 GST 概念股。首先是 Ifka MSC Berhad， 他们主要为房地产行业提供一系列的商业软件解决方案，例如 Property X、Hotel X 和 Contract X。这些软件可以有效地为 Ifka 的客户监督建筑项目进度，以促进更高效的管理和运营。在2014年 ，Ifka 成功获得马来西亚皇家关税局的认证，并且是第一家被授权开发 GST 合规软件的房地产软件公司。不仅如此，由于国家的政策，所有使用 Ifka 软件的公司都需要在 GST 全面实施之前升级软件并准备 GST 许可证，因此 Ifka 的收入在2014财政年度暴涨，尤其是盈利按年对比上涨了1100%，而它的股价也不甘示弱，在一年内暴涨高达1700%，涨幅相当惊人。而在前几天，随着经济部长表示可能重启消费税后 ，Ifka 的股价也一度上涨了20%，这也重新燃起了投资者对 Ifka 的关注。毕竟这只 GST 概念股在当年是被炒得很凶的。那简而言之，Ifka 是备受投资者关注的 GST 概念股，而且他们未来还打算在东南亚市场扩展业务。此外 ，Ifka 也是净现金公司，目前持有71.7个 million 的现金，并且没有任何借贷。不仅如此，他们目前还有多达35.6个 million 的未开票订单 （unbilled orders）， 为 Ifka 的未来收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他们的股价表现依然是挺依赖于 GST 是否会重新实施，因此这支股票是具有一定的投机性。
那下一个 GST 概念股就是 Senseoft Holding Berhad， 一家科技投资控股公司，主要业务是提供软件解决方案，尤其是为政府提供财务管理解决方案。Senseoft 目前是已经为超过100个政府机构，例如 LHDN、Pergeso、PTPTN 等等，提供各种产品，包括 e-procurement、e-claims 和 e-PBT， 将他们的系统数码化。其次是为中小型企业提供财富管理解决方案，以帮助客户通过良好的投资组合管理来增加他们的净资产。不仅如此 ，Senseoft 也提供各种数码技术，例如 Senseoft Digital 和 CS Cloud， 以帮助客户更好的管理和运营业务。此外 ，Senseoft 也为中小型企业提供 Asian Business Software Solution（ABSS） 品牌的财务管理和会计软件。那值得注意的是 ，ABSS 当中的会计软件是有提供符合 GST 规定的会计解决方案，这将帮助客户有效的计算并记录 GST 的相关事务。那由于 Senseoft 有提供 GST 相关产品，因此在 GST 实施的几个月前，这只股也被投资者们追捧，在不到2个月内，股价上涨高达77%。而在近期 GST 可能重启的消息，也推动了 Senseoft 的股价，伴随着巨大的交易量，在一天内上涨了15%。那除了与 GST 相关的业务外 ，Senseoft 还有其他令人充满信心的发展方向，例如他们与全球科技巨头 Microsoft 建立了合作关系，这不仅增加了他们产品的服务的可信度，还为他们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。不仅如此 ，Senseoft 在今年也成功获得了总共价值高达22个 million 的新合同，而这将有助于进一步稳固他们的市场地位，并增加收入。此外，相信另一个推动 Senseoft 股价上涨的原因是 e-services 电子服务，毕竟这也是他们的主要业务。那 e-services 就是通过互联网来完成各种事项，例如通过网上购物，在网上查询银行账户，在网上支付账单等等。而 LHDN 计划在2024年之前，强制全国人民必须通过 MyTax 网站，并使用 e-services 来进行税务处理。因此 Senseoft 很大可能因为这一个新的税务政策而受惠，毕竟他们与 LHDN 有合作关系。那今天我们主要是讲解 GST， 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 e-services 的相关公司，欢迎大家点赞并留言 e-services 哦，小片我将会做一起来讲解。那回到来，虽然 Senseoft 看似有许多利好因素，但是由于劳动成本的增加，导致他们的最新季度在4年内首次遭受亏损，因此 Senseoft 的业绩转盈为亏是大家需要注意的风险，毕竟这有可能导致其他投资者不看好而抛售手中的股票。那除了 Senseoft， 还有一家提供 GST 会计软件的就是 AutoCount.com Berhad， 他们成立于1996年，至今已经有27年的软件开发经验。其中的招牌产品是他们旗下的会计软件 AutoCount Accounting， 而他们凭借着多年的经验和知名度，目前是拥有超过20万个客户，其中还有许多上市公司，例如 Mr. DIY、MAA 和 Parkson 等等。而在2014年，当时为了配合国家的 GST 税制 ，AutoCount 也推出了 GST 会计软件，而他们的会计软件能够将复杂的 GST 申报过程简单化，因此这个软件大受市场欢迎，尤其是中小型企业，并在2015年成为马来西亚最畅销的 GST 会计软件，也很明显的推动了公司的收入增长。那在2013财政年度 ，AutoCount 的收入只有区区的6.8个 million， 但是推出 GST 会计软件后，他们的收入在2015年飙升至37.8个 million， 上涨了高达456%，而且至今依然是 AutoCount 历年来最高的收入。尽管之后 AutoCount 的业绩也随着 GST 消失而下滑，但是依然维持着稳定的盈利表现，而且他们也是一家净现金公司，目前持有多达46个 million 的现金，并且没有任何借贷。那尽管最新业绩有所下滑，但公司的零债务和强劲的现金储备仍显示出他们的财务稳健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他们的 IPO 价格是33仙，而在开市当天一度暴涨多达258仙，相信不少人已经套利，即便对比目前的64仙，涨幅也高达98仙。因此与其他 GST 概念股相比， AutoCount 的上涨空间可能会来得比较小，毕竟人们会觉得他们的估值是比较饱满的。那说完了 AutoCount， 下一支 GST 概念股就是 Kuskabi Berhad， 他们的业务主要是提供一系列餐厅管理解决方案，包括销售点、POS System 解决方案、门店管理解决方案、信息技术安全解决方案等等。那 Kuskabi 的业务是已经扩展到亚洲多个国家，例如菲律宾、印尼、泰国和中国，而这些客户主要是来自餐饮业，像是 KFC、A&W、Sushi King， 他们主要使用 Kuskabi 的 C360 Engage 软件，一个运行在云端上的集成 POS 平台。
并让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的实时访问餐厅数据以及进行点单和付款。那由于 GST 税制的实施，当时所有支付系统，包括 Kuskabi 的 C360 Engage 软件，都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造，以符合 GST 的税收规定，而客户则需要向 Kuskabi 支付额外费用以升级或购买软件，这也为 Kuskabi 带来了额外的收入。那虽然 GST 的重启消息也许能带动 Kuskabi 的股价上涨，但需要注意的是，他们的业绩表现目前并不佳。自2015年以来，仅有2个季度实施盈利，其他的都是亏损状态。不过，他们最新的业绩终于转亏为盈了，收入取得5.2个 million， 盈利则是取得1.1个 million， 按季对比分别上涨278%和178%。而上涨的主要原因是软件销售的收入增加，但即便如此，投资者仍然需要谨慎投资，毕竟 Kuskabi 常年处于亏损状态，而且当时2014年许多餐饮业者都没有 POS System， 所以他们的产品才得以大卖。但是反观如今，许多餐饮业者都已经有了 POS System， 而这一次 Kuskabi 还能不能取得当年的暴涨业绩呢？小编我觉得还是有所保留的。那 GST 的重启是国家的重要政策之一，肯定不只是有这4家公司受惠，因此很多人就会问了，为什么只介绍这4家？那答案很简单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市值都是比较小的，而这也代表他们的流通票也比较少，而未来也就会有比较多的上涨空间。当然，这也不是说市值大的公司就不会涨，只不过是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推动，例如投资机构入场。那如果大家还有兴趣了解其他 GST 的概念股，欢迎大家点赞并留言GST 哦，小编我将再做一期来讲解。不仅如此，小编我也准备了一系列的福利给大家。首先是小编我会免费分享我们在看透股市俱乐部里发布的这4家公司重点对比。获取方式很简单，只需要加入我们扭转乾坤 Telegram 的免费公开群组，之后在群里向牛哥索取就可以了。最后，如果你是新手，想要开设投资户口，并享有 0.05% 最低水钱，而且享有每年 2.6% 利息回抽的投资户口和良好服务的话，可以在这一支影片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了解更多哦，这样一来也就能节约投资成本，赢在起跑线。总体而言 ，GST 可能重启的消息让 GST 概念股受到了市场的关注。尽管如此，政府的立场依然是不明确的，因为首相安华早在今年2月曾经宣布不会重启 GST， 甚至第2副财政部长沈志强在近期也表示，由于全球经济疲软，现阶段不是重新引入 GST 的合适时机，而且政府需要进行深入的评估，才会考虑是否重新实施 GST。但是无风不起浪，更不可能空穴来风，所以相信 GST 基本上是会重启的，但是政府依然还在寻找着一个合适的时机和一个更温和的拔线率，可能是明年，或许后年，3%、4%，这就不得而知了。因此，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，不仅要仔细研究个别公司的业绩表现，更要关注 GST 政策的最新进展消息，以降低投资风险，尽量不要买在高位，毕竟时间不确定，而且政府的一句话就能改变整个格局。那如果 GST 重启，大家觉得哪一只股最有潜力呢？欢迎大家留言并讨论哦。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，有些故事用于赞颂，有些用于警戒，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，请大家三思而后行。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，下期更精彩，请敬请期待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